就是据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的中国人胖的多吗？现在胖的多，你看特别是桂林的啊。桂林呢，它夜生活很丰富，就是爱吃烧烤，就包括我在内啊。你看我的脸，你看都已经很圆了。但是现在的话，我开始戒烧烤了啊，要减肥。太胖呢，有时候睡觉就很累。睡不着吗？就是你翻个身啊，就很辛苦，所以有时候走路啊也慢一点。所以我现在开始的话，我要减肥。你算是超重了多少？大半年啊，天天吃烧烤，就胖了20-30斤。晚上吃？晚上吃。特别是我2个小孩一放假，要叫我请吃宵夜。现在的话不吃了。你有注意到现在的小孩也比以前的小孩胖吗？现在是不挑食的小孩子啊，他都胖一点。像我2个小孩的话，有点挑食，稍微还标准一点。你觉得现在的中国小朋友，胖不胖呀？胖的多不多？胖的有一点点多。是自己班上有，还是平常在路上看到的？自己班上的也有，平常路上的也有。那你看到的是男孩胖的多还是女孩呀？男孩。那你觉得为什么男孩会更胖一点呢？我觉得因为男孩子有的时候吃的多一点比女孩子。他们平常都吃什么呀？我们班小朋友平常都吃辣条的。你觉得吃辣条能胖吗？我们班就有个小朋友是因为吃辣条然后肥了好多。据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中国肥胖人数多吗？多。为什么这么说？我就是一个。那你自己是因为吃了什么吗？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我觉得是遗传吧。父母也有这样子的。父亲是。那平常你吃的方面觉得有影响吗？有，因为我管不住嘴。那你平常都喜欢吃什么？我比较喜欢吃果汁、果茶类型的，清补凉啊什么的。就是含糖的一些饮料点心。对。帅不帅？你是哪里人？正经的说啊。广东湛江的。说一句广东话。熬觉。广东话是这样说的。就是睡觉。睡觉啊，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呗。Hello。你们好啊。我以为你说雷好。雷好。你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胖的多吗？不多。你自己觉得？你觉得你自己胖吗？胖啊。你胖呀？那你是吃什么长胖的？吃肉啊。这一天吃多少肉啊？这是？吃牛肉的话，一天吃1斤多。然后呢？最多的话吃了2斤多。那除了牛肉还是什么？鸡 ，KFC。你去肯德基都点什么东西啊？烤鸡和那个炸鸡翅。饮料呢？饮料，可乐。不是很多，但是也有。可能像宅男就容易比较胖。这为什么？就不出门吗？对。你觉得呢？我觉得也是，然后在床上玩手机，经常不下床。那你觉得像胖的是男的多一点还是女的多一点？男生吧，好像。因为身边认识有。像在中国这个社会，你觉得是男的胖一点会压力大一点，还是女的？女生吧，女生容易有身材焦虑。那像你们平常就是女生出去买衣服，会有人经常指出这一点吗？不会，但是自己会觉得比较胖吧。你觉得你自己胖吗？我觉得我很胖。很胖吗？算是。那你是吃什么长胖的？你认为？我从小到大都比较胖吧。就我的观察，我觉得在北方可能胖的会更多一点，然后南方的话，可能是有气候的影响，还有就是大家的这个饮食方面所以可能北方是高于南方吧，我觉得哈。你觉得北方跟南方的饮食有什么区别呢？像北方的话，可能很多地方是以这个面食为主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地方它会比较重盐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吧。然后像南方，我就觉得比如说沿海，可能他们吃的就比较的清淡
就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对体型也有影响吧。肥胖会导致哪一些健康问题？肥胖会导致健康问题很多啊，比如说三高，对你的身体的关节也会有影响。其实我觉得肥胖对于精神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可能尤其是小朋友吧，可能在小的时候他会比较胖的话，他也会觉得比如说自卑啊，或者觉得受欺负啊，对，受欺负会接受到霸凌啊，所以就是它的影响还是很多的。其实中国的这糖尿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了嘛，你身边有观察到有亲戚啊或者朋友有这个糖尿病的？有的，像糖尿病这个的话，有听说过，就很年轻的，比如说20多岁就有得的。甚至小孩都有。对，小孩子，然后也在网络上、新闻上有看到过，就是比如说一天要喝很多杯奶茶，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有这样的糖尿病的发生。您自己算是超重的吗？我当然算是超重的，是属于超重的。那平常是有哪一些饮食你觉得是导致你体重发生了一个变化的？首先我觉得我在饮食上面，可能我就是比较喜欢吃甜食其实甜食也还好，就是偶尔，但是我觉得我对甜的这个容忍度会比较高。还有就是奶茶，我很爱喝奶茶。再一个就是我的饮食习惯。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喜欢熬夜，然后一旦熬夜呢，你的这个进食的就不会很规律，就会在晚上你会觉得特别饿，这样晚上吃的话，对，就会更容易胖。有尝试去减肥吗？有尝试减肥啊，但是可能因为减肥是一件很难的事了，所以就是效果也不是很好。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精神上的影响啊，你觉得男生胖跟女生胖在中国这个社会对于他们精神的影响有区别吗？对女生的精神影响会更大吧，因为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可能人们对于女性的这个外貌会更加的带着那种批判或者审视的眼光去看，然后呢胖的话就是会影响到一个女生别人对她的看法。虽然我们都说要做自己，然后要就是不管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但其实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种人群之中，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可能你因为体型而受到他人的这种不管是明面的还是暗地里的，那可能久而久之，尤其是我觉得女性可能会更加的敏感一点，在对这方面，那她们受到的影响会更多。你自己有因为体型而被别人指点，或者是自我感觉不良好吗？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我比较幸运的就没有遇到过那种很恶劣的这种情况，很直接的，对，很直接的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这种长久的这种状态会让我自己就会产生一种让自己变得更有钝感力，就是自我安慰，有的时候对自我安慰，就有的时候可能就遇到了这种事，我也会安慰自己，或者说告诉自己其实可能别人没什么，或者说就很正常啊。如果你看到一个很异于常人的人，你可能也会忍不住去看一两眼啊。挺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减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感觉每年都有很多人减肥。我们班有挺多的人都是很肥的。有多肥啊？我们上体检最高的70-80公斤吧。你读几年级啊？6年级。那他们都是平常吃什么呢？应该吃饭吃的多一点，然后吃点油炸食品吧。零食吃的多吗？吃的多。还好吧，我感觉偏瘦比较多，因为西安它那个审美是偏瘦的。那男的呢？男的可能会有点发福。你觉得现在的人相比可能你们小时候吧10几20年前会更胖一点吗？我们俩胖。你们俩算胖？我们俩以前很胖。那先说一下你们是怎么胖起来的，吃了什么都是？感觉青春期就自然而然胖起来了，就是好像也是正常吃，可能是父母觉得想让你吃好一点吧，他就是一直给你喂啊，给你吃好一些，然后你自己也吃得下，一直猛吃，吭哧的吃。我觉得以前太爱学习了，一学习就好容易饿，就吃很多，因为以前也不知道控制吧，就是也没有说爱美什么的在长身体据你的观察，像西式的快餐，麦当劳、肯德基、披萨这些，在中国受欢迎吗？我觉得是受欢迎的，因为像在互联网上也经常看到过跟他们有关的一些那种
笑话，就是那种小故事，比如说肯德基的那个疯狂星期四，就是经常会在互联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那种中文文案来宣传。那年轻人一般进去都点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我个人而言，我其实很少吃，就是我个人是很少吃。然后我身边，因为我是学生嘛，我身边我的同学就是吃肯德基的那个星期四的那个活动比较多，然后其他的也没有很了解，因为感觉他们就是在那个时间段，然后聚集在肯德基里面。麦当劳的话就是穷鬼套餐，就是那个1+1随心配这样嘛。还是挺受欢迎的，因为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感觉人特别多。那像你平常会带小朋友去吃吗？也会带的。你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披萨吗？喜欢吃。你平常去麦当劳，但肯德基觉得不好吃。喜欢吃麦当劳的什么？麦旋风这些。你呢？你更喜欢吃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啊，小朋友？肯德基。为什么？你平常都点什么呀？不知道，我妈给我点。啊，你妈给你点什么呢？不知道，我妈给我点啥我就吃啥。这么好养的？点炸鸡啥的，点2个汉堡，这些薯条。比较的受欢迎吧，就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人当中，而且一些家长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也会带小朋友一起去吃。他们一般点什么样的食品？点汉堡啊，或者是点鸡翅啊、全家桶啊，都会点。你自己呢？我自己的话，我一般会选择，吃汉堡吧，还有，鸡翅，我比较喜欢吃鸡翅，还有奥尔良的那个半个鸡啊什么的。这个大街上也有很多麦当劳啊、肯德基啊这种西式的快餐啊，你们平常吃的吗？我平常不吃，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去吃一下。是妈妈带你去吗？还是自己去？妈妈、爸爸带我去的。啊，那你班上那些稍微胖一点的小朋友，他们也喜欢吃这些吗？喜欢。经常去吗？那他们去一般都点什么样的东西啊？一般都点汉堡和炸鸡之类的。你自己喜欢吃什么？薯条。那像现在的西式的快餐，麦当劳、肯德基啊，在中国你觉得受欢迎吗？还行吧，反正我一天有时候也带他们去买一点那个卡士丁汉堡，也吃一下，偶尔吃一下。但是的话，他们也吃不多，对这个的话不是很爱好。那现在像我们也有很多这种肯德基、麦当劳啊、披萨什么的，你们爱吃吗？还行。你呢？挺喜欢的。挺喜欢。你觉得哪一个更好吃？是麦当劳好吃还是肯德基好吃？麦当劳的可乐好喝的。那肯德基的可乐不好喝吗？肯德基的是可口，麦当劳是百事，更甜一点。你们喜欢喝甜的？那平常喝甜的饮料多不多？蛮多的。你呢？你也多？也多。那你们去这麦当劳还是肯德基来着？我们去了华莱士的，不是华莱士，什么必胜客。那你们都点什么吃啊？喜欢？点了披萨，披萨吃。点了个头一道餐。那肯德基呢？肯德基的话喜欢点一只鸡，2个汉堡，2杯可乐的。你一个人吃这么多？没有啊，我2个，我妈妈。是妈妈带你们去的？老妈一发工资的时候会带我们去。很受欢迎啊，年轻人喜欢吃这种，小孩子更喜欢吃了。那你觉得 KFC 跟麦当劳这2个哪一个更好吃？你自己觉得？我不怎么吃这种油炸食品，但是我去吃 KFC， 我感觉可能我吃不出什么味道吧，哪家不一样我也吃不出。那这2家在中国哪一个更受欢迎一点 ？KFC 吧，因为它遍地都是，因为我经常看到 KFC， 这边也有那边也有。你身边的小孩子，就比如说你认识的弟弟啊这些，他们都爱吃这个？爱吃，很爱吃。他们都吃什么呢？进去买的话？炸鸡，还有汉堡，还有可乐。你觉得肯德基在中国受欢迎吗？受欢迎啊！你觉得这些肯德基好吃，还是咱们中国的饮食好吃？中国的这些？中国的饮食。哪一个更健康？中国的饮食。中国的饮食为什么？因为 KFC 只有肉类，没有青菜类，而中国的菜有。比较受欢迎吧。什么样的食品比较受欢迎？就是在这2家快餐店里。我觉得麦旋风吧。那你觉得这些西式快餐是导致大家肥胖的原因之一吗？应该有吧，有的。你自己平常吃吗？我会吃汉堡吧，然后冰淇淋之类的都会有吃。
受欢迎，非常受欢迎。你们平常自己会吃吗？会，吃的多吗？不是很多，因为价格有点贵。那你们平常去都会点什么？一般都点套餐吧，就是一个汉堡，还有可乐、薯条。这个我不好说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依然很受欢迎吧，因为像网络上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像什么疯狂星期四啊、什么卖萌啊这些梗，也就说明大家其实是对这样的快餐是很接受的。那你身边的人他们都喜欢吃这些西式快餐吗？我觉得有喜欢吃的，但是不是说就是很爱那种，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出去不知道吃什么就是也不排斥吃，就觉得可以吃这种。像这种含糖的甜的饮料喝得多吗？我刚喝完蜜雪冰城。喝了什么？柠檬水吧，我比较爱喝柠檬水。反正觉得吃的比较腻了，就吃那个炸豆腐比较腻了，我就喝了那个柠檬水。你觉得现在中国人就是吃饭的时候会配一杯甜饮料喝吗？会吧，反正出门都是喝奶茶，聚餐都会要一杯奶茶啥的。我觉得非常欢迎吧，因为好像奶茶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在中国首先大批量的市场化，就是从2-3年前开始吧，各种各样的奶茶品牌就是在中国本地迅速的蔓延开来，像什么茶百道、蜜雪冰城，就是很常见。你平常会喝吗？会啊，我手上还提着一杯。喝得多吗？就是以年的单位来看的话，还是挺多的。就是很多人在选择饮品的时候，就会选择这种现做的奶茶，而不是说那种瓶装饮用水、瓶装饮料之类的东西。那像中国人用餐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配一杯饮料喝吗？很少。饮食习惯来说，吃饭的时候吃饭中和饭后喝很多的水都不是很好的，就是家长都会从小就告诉你吃饭不要喝太多水。现在其实大街上也有很多这种甜的饮料啊，你们喝得多吗？像可乐呀、那个奶茶什么的。奶茶我一般，可乐的话我爸爸喝的比较多。那班上的小朋友呢？他们平常喝这些甜的饮料多吗？不多。像甜的饮料，你觉得在中国受欢迎吗？受欢迎，但我个人我不喜欢喝甜的饮料。据你的观察，你觉得中国人在用餐时、吃饭的时候会配一杯饮料吗？可能会在那种家庭团聚的时候会配一杯饮料吧，就一杯果粒橙啊、可口可乐啊。甜的啊？对。这种习惯你觉得在我们小时候有吗？也有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家庭聚餐的时候也会弄一瓶饮料，就比较大的聚餐就会，平常的话不会，没有这种习惯。那你觉得面包这种西式的甜点在中国受欢迎吗？受欢迎，特别是受女孩子欢迎。你觉得胖的是女孩多还是男孩多？男孩子多。为什么？男孩子熬夜啊。你们为什么熬夜？打游戏吗？对啊。那像甜的饮料呢？你觉得受欢迎吗？受欢迎。你们平常喝的多吗？我喝的不太多，他喝的比较多。喝快乐水、可口可乐。喝什么样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啊。这两个牌子的味道有不一样吗？可口可乐酸一点。那你喜欢哪一个？喜欢百事可乐。就据你们的观察，你觉得中国人在用餐的时候会习惯配一杯饮料喝吗？会。是甜的？对，一般配奶茶比较多。那你觉得像这个习惯在像你们小时候有吗？小时候没有，现在是慢慢就经常配一杯饮品来喝。那像那个西式的一些甜点啊、蛋糕、面包，在中国受欢迎吗？受欢迎。你们自己吃的多吗？偶尔会吃。你觉得现在就是中国人在用餐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会喝甜的饮料吗？会啊，你像可乐、雪碧啊、王老吉，基本上你饭桌上都少不了这些饮料的。你平常吃饭是会配饮料喝的吗？有时候会。都喜欢喝什么饮料啊？可乐、奶茶这些吧。那这些都是高热量、高糖的，你们担不担心小孩子会发胖呀，或者对身体不好？我吃不胖。你吃不胖？你确定？妈妈吃得胖。你是觉得妈妈胖吗？妈妈还好吧？妈妈自己认为呢？还是会有一点点胖的。那有在减肥吗？减肥、节食减肥。有效果吗？有效果肯定有效果，但是反弹也会比较快一点。
西式的面包啊、蛋糕啊这些甜点在中国受欢迎吗？其实像这种烘焙店啊，在大街小巷也是随处可见的嘛啊。每天早上应该妈妈都是买面包回来给我们早上吃。啊，这些也是挺高热量的啊。确实。你在那里好有存在感，要不要上来说两句啊？那据你的观察，现在中国人在用餐的时候会配一杯饮料喝吗？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是会的，但我觉得可能也要看不同人的选择吧。这个习惯普遍吗？在中国？在中国我不敢说啊，就不好说。你身边的人吧？我身边的话，我觉得还蛮普遍的，就是吃饭之前就是要先买奶茶，或者吃到中间我要点一杯奶茶这样子。那个西式的像那些甜点呀，包括蛋糕啊、面包，在中国你觉得受欢迎吗？年轻人吃的多吗？平时吃的还算多，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像这种面包店啊，包括各种品牌的啊，就是一旦比如是在一个没有的城市开业了之后，那就会有很多人去排队购买啊。当然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它确实味道很不错，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像有很多糖啊，就是因为甜嘛，就会让人觉得很快乐啊，就想吃啊，所以生意好像都还不错的。像这种饮料店，你看你旁边就是饮料店啊，这种甜饮在中国受欢迎吗？受欢迎。我小孩子的话，只要是一放假都会来喝，所以我是很少喝奶茶，但是呢，有时候买点饮料喝。甜饮甜饮，其实饮料的话，它也是糖分很高的。对吧？就也还是得戒。对，我一天有时候没事啊，忙够啦，不忙啦，我就在门口这里啊，在这个位置啊，泡点小茶自己喝。像有时候朋友来啦，跟朋友一起喝。缺少锻炼嘛，就是多喝水，给他排点毒去，新陈代谢。对，喝点茶也蛮好。而且你们这个也没有周末休息什么的，就天天要上班的是吧？我的话，基本上啊，一年的话休息的话就是大年30。大年初一休息2天，请一个人吗？生意这么好？他不是，之前请了一个师傅的，就讲的话，有时候不是很忙，有些技术这种东西啊，还是要自己去把控，知道？你请的师傅呢，技术很多东西啊，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讲啊，你不是很好去讲的，讲多了，这样也不好，所以说还是自己去认真的去。就是把口碑做出来，对，自己去做还好一点。那你这个做了多少年？我开这个店的话是开了1年了。做美发呢？做美发我是做了20几年了。初中毕业呢，我就去学这个剪头发。好像以前很流行学美发哦。以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话都是就是搞文化的啊，加上家庭条件好了，都富二代，都不怎么爱好学这一行。所以说的话，就是只有我们的话，有可能是以前80后啊，只能靠自己坚持下来了，知道可以坚持到现在，做了20几年了，一直还在坚持，也挺佩服自己。祝你生意兴隆啊！好的。然后希望如果有外国友人来到桂林的话，也可以来渣渣辉的理发店找这个老板剪头发。对我欢迎国际友人，就是光顾我这个小店啊，美式风格渣渣辉理发馆啊。我这里平时的话都很多国际游客啊来我这里的，欢迎大家啊。那你觉得国内的零食或者说国内的饮食跟国外传过来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区别是什么？相较于区别的话，就是国外的它比较偏向，因为国外主食就是那种油炸比较多。那边中国它比较清淡的吧，也有清淡，也有辣的，也有，但是中国的没有像国外那种就是主食，就是汉堡啊这种。我觉得可能就是饮食的这种种类的构成可能不太一样吧，包括还有就烹调的方式不太一样。你觉得哪一种更为健康？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西式的可能会更健康一点吧，因为他们一般会用更少的油或者说有很多会用什么，比如说像橄榄油啊，这样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饮食的结构来说，可能多吃一点橄榄油会更加健康一点，然后少油少盐也挺好的。然后像他们也会比较少用到像爆炒这样的一种烹饪的手法，我觉得可能会健康一点。还有他们可能会吃很多那种比如说粗粮的面包啊，还有
比如蔬菜、生菜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少吃的。你觉得现在大家吃什么？就是大家发胖的原因有哪一些？他们的饮食是怎么样子的？是吃西方的食物比较多一点，还是吃中国的国内的这种饮食多一点？我感觉还是国内的饮食多一点。因为我感觉西方国家，虽然说我感觉吃，但是不是那种经常吃，只是偶尔吃。但是我感觉还是吃我们国家的饮食会胖一点。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饮食还挺容易胖的。哪一些东西？我们都把正餐放在晚上哦，但是我觉得西方国家都是放在中午。其实晚上吃，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更容易胖。晚上吃东西啊，而且我们吃夜宵。对，我觉得还是饮食结构的问题。你们平常吃夜宵吗？偶尔吧。现在努力克制一下。那你觉得中式的跟西式的饮食习惯哪一个更健康？中式吧。为什么？中式的话，毕竟吃的是大米嘛，它没有经过那么多次的加工，然后的话比较健康，天然一点。你觉得大米健康吗？大米肯定健康。那你觉得这些西方国家传过来的一些饮食，是造成某一些中国人肥胖的原因之一吗？确实，因为西方那边肥胖率蛮高的，像美国那边。你在哪里看到的？抖音吧，就是他们穷人都会吃那种快餐，他吃多就会自然会变胖，他也不运动。中国的饮食跟西方的饮食，区别在哪里？中国可能比他们复杂很多，味道很多。就是他们西方那边基本上是些快餐简餐，而这边比较重视仪式感，很隆重一顿餐。那你觉得哪一种的更健康？我觉得中国更健康。那中国的为什么更健康？很多的工序嘛，他把那些有害的物质过滤掉，也会注意很多的健康。现在比如说中国的饮食，一般我们吃的什么样的东西多一点？吃炒的，想到白灼蔬菜，然后还有一些炒豆角什么的，那些都很好吃，我觉得。热量不算太高。中式的不就馒头吗？西式的就是面包、披萨这些。那你觉得哪一种更健康？应该馒头吧，中式的。面包吗？那你平常你是不是吃面包吃很多呀？你在那里吃什么？那零食呢？平常你们都会吃什么零食啊？吃点辣条、薯片这些。这些是妈妈让你吃的吗？还是自己偷偷吃的？我们自己偷偷吃的。学校放学的时候自己买一点，然后有时候妈妈星期六、星期天会买点面包什么放家里面。那平常零钱会给很多吗？也不会很多的。会担心他偷偷买很多这种不健康的零食吗？就是因为会担心，所以零钱也不会给很多。现在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这种零食店啊，不说小孩子吧，成人的话，现在吃这种零食多吗？你觉得？也蛮多的。其实有时候吃零食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也会偶尔买来吃。你自己平常会买什么样的？像那种小饼干之类的啊。因为办公室都会备着点这种，有时候也会饿。